伊朗遭遇突袭，云南小伙阿恒被困伊朗，中国政府果断出手，护其撤离至阿塞拜疆。小伙直言：“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阿恒是云南回族人，大学毕业后到伊朗学习波斯语，而就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伊朗美女罗卡伊。在认识3年后，阿恒和罗卡伊结婚了。婚后，罗卡伊先后生育了2个混血儿子之后，他带着儿子生活在中国，而阿恒为了赚钱，在伊朗搞起了二手车的生意。结果战争爆发后，他却滞留在了伊朗。幸亏有中国政府的帮忙，阿恒才能平安撤离伊朗。大家好，我是南风。每当战争或者灾难降临，我国的撤侨速度都是最快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一起看看中国这些年出色的撤侨行动。阿恒出生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燕山县平远镇的一户普通人家里。熟悉平远这个地方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回族人聚居的街道。阿恒全家都是回族人，阿恒也在这种传统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他们辛辛苦苦赚钱，努力供养阿恒读书。上学后，阿恒的学习成绩不错，后来还考上了大学。2013年夏天，阿恒大学毕业，在同学的邀请下，阿恒来到了中亚国家伊朗工作。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伊朗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并且这里商机很多，应该有很多发财的机会。就这样，阿恒待了下来，在一家中资企业里做外贸方面的工作。而为了能够彻底融入到伊朗的文化和生活中去，阿恒也开始学习起了波斯语。为了能找到学习语言的搭子，阿恒便开始通过网络交友。而正是在网上，阿恒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罗卡伊。罗卡伊1995年10月28日出生于伊朗西部加兹温省下辖的一个普通小镇上。父亲在镇政府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在伊朗，这样的家庭其实还算不错，父亲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伊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女性地位比较低。但对于罗卡伊的父亲来说，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女儿要低人一等。对于女儿和儿子，他都非常重视，也从小教导2个孩子要好好学习。上学后，罗卡伊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后来还成功考上了德黑兰大学。大学时，罗卡伊学习的是英语专业，因为接受了很多西方的知识和理念，所以罗卡伊也开始上国际互联网，并希望能够多认识几个外国人。就这样，罗卡伊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阿恒。2人在网上相识后，几乎每天都要花费2到3个小时聊天。2周后的一个周末，阿恒主动把罗卡伊约了出来，2个人在一家中餐厅里见了面。见面后，罗卡伊对阿恒的印象不错，他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子很帅气，而且看起来很绅士。吃饭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让他非常轻松舒适，而阿恒同样如此。他被罗卡伊漂亮的外貌和傲人的身材所吸引，可以说他对罗卡伊一见钟情。2个人在吃饭时聊了很多，都对彼此有了好感。而就是在这次见面后，罗卡伊便和阿恒开始了恋爱。因为伊朗人都比较保守，并且伊朗女性也不敢轻易和其他国家的男人谈恋爱，所以2个人一直都是地下恋，不敢让罗卡伊的父母知道。就这样，2个人在恋爱了2年后，直到2016年夏天，罗卡伊大学毕业后，他才决定带着阿恒见父母。好在伊朗老丈人和丈母娘十分喜欢这个中国女婿，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让2个年轻人尽早结婚。结婚后，阿恒能够带着罗卡伊到中国生活。毕竟伊朗是一个女性地位低下且不太安全的国家。2017年秋天，阿恒和罗卡伊的婚礼在伊朗举行。婚礼的场面非常隆重，所有的开支花销都是罗卡伊的父亲负责的。阿恒除了给罗卡伊买了一个订婚戒指，其他1分钱也没花，自然也就没有彩礼这个说法了。不得不说，娶个外国媳妇儿真省钱。在国内彩礼3金除外，还需要买房买车，而这些阿恒什么都没有，就娶回来了一个漂亮的波斯美女。半年后，阿恒又带着罗卡伊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父母的见证下，2个人在云南老家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回族婚礼。这场婚礼在当地非常轰动，平远街道的居民们都赶来看热闹。毕竟这是当地第一个伊朗媳妇。大家在看了罗卡伊后，都夸赞这个女孩长得漂亮。在听了阿恒没花1分钱就娶回罗卡伊后，大家也夸阿恒有本事。婚
婚后，罗卡伊先后为阿恒生育了2个混血儿子。为了让儿子生活在和平、医疗、教育条件都比较好的地方，阿恒让2个儿子都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罗卡伊为了照顾陪伴2个儿子，他也选择在中国定居。但阿恒没有办法，他跟大舅哥搞了一个贩卖二手车的公司，这些二手车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通过低价购买，然后再高价卖给伊朗人赚差价，这个生意相当不错。对于阿恒来说，他只能和妻儿分开，在异国他乡打拼。好在二手车的生意还算不错，阿恒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老小，并且每年他还会回国2次探望妻子和2个儿子，甚至阿恒也打算再干几年，攒到一定的钱后，自己就回到国内随便找份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和妻儿生活在一起，但谁也没想到战争的突然到来，彻底打乱了阿恒的计划。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袭击了伊朗。这次袭击导致伊朗最高领袖死亡，伊朗国内乱成一锅粥。阿恒所在的德黑兰每天都能听到爆炸声，这让国内的妻儿和父母非常担心。大家都希望阿恒能够尽快回国。但战争发生得非常快速，伊朗也在第一时间关闭了领空。如此一来，阿恒根本没有办法回到中国，他也算是被困在了伊朗。这个时候，阿恒非常焦虑。二手车店关门了不说，自己的生命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而就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公民的阿恒收到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消息。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阿恒，中国政府组织了撤侨行动，可以护送他安全撤离伊朗。听到这个消息后，阿恒喜极而泣，心中想起了那句“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的话语。于是阿恒简单收拾了行李，乘坐中国政府组织的车辆离开了伊朗。2026年3月1日下午，阿恒在内的首批18名中国公民成功撤离了伊朗，入境阿塞拜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当地华人华侨协会和大使馆为一行人准备了接风宴，大使馆的领导还给这些人送上了祝福。那一刻，这18人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也都跟随着挥舞的5星红旗唱起了国歌。关键时刻，我们还得靠祖国。目前，阿恒正居住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区，正准备乘坐飞机直飞中国北京。当阿恒的妻子罗卡伊得知丈夫安全撤离后，她无比开心，自己还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赞扬中国，晒出了一张挥舞中国国旗的照片。但开心之余，罗卡伊也极为担心自己的父母亲人，因为他们还都在伊朗，他们都是伊朗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没有办法离开伊朗。这次战争爆发后，阿恒还不知道自己在伊朗的二手车还能不能保住，如果都被炸毁了，他这几年就都白白干了。但好在现在命保住了，能回国对于这些离开伊朗的中国公民来说已经足够幸运了。2011年，利比亚撤侨。这一年对利比亚来说是十分难忘的一年，利比亚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游行，游行者们高喊反对贪污腐败的口号，与当地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成了众多人员伤亡。当地的中方企业纷纷停工，大量的中国员工留在当地，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随后国内迅速组织起人手，开始准备撤侨。当时留在利比亚的中国人有近4万人，国内一共派出了182架民航飞机、4架军用运输机以及海军军舰前往利比亚进行撤侨任务。当中国军人到达利比亚之后，这些面对战争都能坚强站立的中国人泪流满面，他们终于看到了依靠，特别是听到解放军说中央下令让我们接你回家，那些滞留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为此感动不已。但是要回国的人数实在太多，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慌乱中丢失了护照。利比亚海关的工作人员面对这群没有护照的中国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他们不同意这群人出关，害怕其中掺杂着一些别国的人浑水摸鱼。就在中国大使馆负责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等待撤侨的人站出来提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唱国歌。这是中国人刻进骨子里的旋律，只要会唱国歌，就一定是中国人。一时间，利比亚海关关口，中国人民排列整齐地唱着国歌通过关口。响彻云霄的是中国国歌的声音，让利比亚海关人员都惊呆了。这根本就不像是撤侨，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阅兵都抵不过这一幕带来的震撼。
当时滞留在利比亚海关其他国家的人看着中国公民顺利过关，十分生气，义愤填膺地质问利比亚海关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让中国人出境却不让他们出境？利比亚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令外国人无语的解释，那就是外面有中国政府安排撤侨，都是提前沟通好的。这让在场所有的外国人都沉默了。是啊，根本没有人来接他们。短短12天的时间，利比亚境内的36580名中国公民安全回国。从祖国的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一位中国公民伏在地面，热切地亲吻祖国的大地，相信那一刻他内心会是无比的安定与自豪。这是中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参与撤侨，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也让中国式撤侨站在了国际的舞台上。2015年，也门撤侨。从2014样开始，沙特就联合多个海湾国家对也门的胡塞组织展开军事行动。当时在也门的多个外国大使馆相继关闭，他们没有管自家人的死活，就脚底抹油开溜了。但是中国大使馆依旧开着大门，为当地的中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直到2015年，沙特对也门突然发动空袭，局势瞬间变得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我国政府当即决定展开撤侨行动。这次撤侨，我国直接下令暂停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任务，派他们前往也门执行撤侨任务。为争取更多的时间保障公民的安全，前来进行撤侨的中国海军已经提前将撤侨路线和时间公布，并告知中国公民撤离时可能面临的突发问题。但是对于海军来说，最难的不是撤离问题，而是如何进入港口的问题。毕竟军舰对于普通的港口来说实在是个庞然大物，更何况也门的港口还有无数礁石隐藏在水底，想要安全通过这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中国海军面对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怕，认真的研究海底情况，制定航线，每一位船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演练，准备随时应对各种情况。就这样，中国海军军舰载满希望到达了也门。当时也门已经是战火连天，中国海军十分霸气地在军舰港口竖了块标语：中国海军安全区，无关人员不得靠近。仅仅是这一句话和鲜红的5星红旗，就让当地的武装分子不敢靠近半步。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如今的国际地位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没有人能够肆无忌惮地挑衅中国。短短2天的时间，中国就安全撤离了613名中国公民回家。这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后来还被翻拍成电影作品，单从电影中展现出来的情形就能够知道当时也门的局势有多么紧张。现实中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残酷很多。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和平。2015年尼泊尔撤侨，4月底的时候，尼泊尔发生了8.1级大地震，这是尼泊尔80年来最大的一场地震，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滞留尼泊尔。地震当天，中国外交部联合中国地震局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详细的撤侨计划。在地震中撤侨和在战争中撤侨完全不一样，大自然可不管你是不是在执行撤侨任务，余震说来就来。经过严密的观察，终于确定1周后会有一个安全的时间可以进行撤离。中国立即派出客机进行撤侨，第一时间将中国公民带回家。当时滞留在尼泊尔的外国公民看着只有羡慕的份，等到他们撤离尼泊尔的时候，中国公民已经早早地回到家中。当时所有的乘客坐上飞机，听到广播里那声欢迎回家时，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在刚刚经历过大灾难的同胞面前，这句话无疑是最大的安慰，代表着他们终于平安了。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撤侨上能比得上中国的速度和效率。就在2023年7月初的时候，湖北发布了一项新的疫情报告，一架从阿富汗飞往武汉的国际航班发现了22例感染者。这则报告一发出，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一片骂声。国内已经好不容易控制下来，国际疫情正是来势汹汹的时候，怎么这么快就开通国际航班？
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但是有心人就发现这架国际航班不简单。随后网上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答案，这是中国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撤侨行动。当时阿富汗境内局势十分紧张，塔利班在国内为非作歹，中国公民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次撤侨行动比之前任何一次撤侨都要坎坷。这次撤侨采用的是宽体客机，当时阿富汗的上空气流状况复杂，但是机组人员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尽管气流对飞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是还是不负众望的准时降落在阿富汗的机场。就在所有人登上飞机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原本不能回国的公民给大使馆打电话，他已经处理好手中的事务，可以回国了。为了等这一位同胞，全机组在阿富汗延误了1个小时。要知道，天空中的气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1个小时的时间会发生很多事情，这无疑增加了撤侨的难度。但是机长却说，这个时候的阿富汗飞机很难降落，这可能是他唯一能够离开阿富汗的机会。不论怎么样，我们既然来撤侨，就不能放弃任何一位同胞。最终，这架飞机载满210位中国公民回到了祖国。2024年发生了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事件，多个国家在这里紧急撤侨，甚至发生了美军枪击杀人的事件。不少人试图扒着飞机逃离阿富汗。此时，阿富汗的中国公民已经在回到祖国完成疫情隔离。尽管这次撤侨十分低调，但是这种从容却恰好展现了中国的实力，再次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俄乌冲突爆发，当时乌克兰战场的局势依旧十分紧张，但是那次乌克兰的撤侨也同样十分成功。撤离的中国公民凭借有效证件就可以撤离乌克兰，包括中国公民的外籍伴侣同样可以离开乌克兰，由外交人员带领坐大巴离开乌克兰，到达周边安全国家。自驾人员携带好中国护照，一样可以跟在大巴车的后面离开乌克兰，一路都有武装力量保护，令人十分安心。乌克兰撤侨撤离的不仅仅是中国公民，还有数以万计的家庭，这就是中国撤侨。不论你走在哪里，祖国都在你的身后。很多人开着私家车跟随大使馆的大巴离开，经过大使馆的沟通，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可以不用办理护照进入波兰，同时可以在波兰停留15天。3月9日，中国在乌最后一批撤离的留学生抵达利沃夫火车站，本次乌克兰撤侨圆满成功。直到今天，陆陆续续有包机从中国起飞，接回这些同胞。中国这次撤侨会再一次成为中国撤侨史上的一次大事件，同样迎来了世界各地的羡慕，再次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每一个中国公民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祖国，它是我们最为坚强的后盾。相信这些从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能够很快回到正常生活。只有经历过战争，才能够明白和平的来之不易。这次乌克兰战争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关于中国每一次迅速的撤侨行动，西方国家总有各种各样的诋毁言论，但事实摆在眼前，中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中国公民，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人民所展现出来的民族凝聚力，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此生不悔入华夏，来生还做华夏人。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南风，我们下期再见。